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并不是这个被告杜永新的辩护律师哈，纯粹是在他判决确定之后啊，得知这样的情形哈。因为我30几年的司法生涯里面，大部分都是从事检察官跟刑事审判这个工作。那我看到那个判决之后说真的我非常的意外或者惊讶。因为我看那个判决书的叙述的犯罪事实里面，看怎么没有犯罪事实，就犯罪事实里面没有犯罪行为，我就觉得奇怪了那我就看一下后面适用的条文，然后看一下原来是3年前国家安全法修正第2条之1，为了要防止这个对岸在这个台湾这边发展这个外围组织。所以增订了一个条文，说我们不可以基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然后去这个发起资助、主持、操控发展这个组织是这样写的。那我再回头看一下那个判决书的事实，看过去还是没有犯罪行为因为里面叙述的3/4都在讲这个被告杜永新对那个现役军人那个蔡先生他多么好，10几年来帮助他，然后当然也招待他旅游了资助他这个母亲的医药费了，然后送他茶送他酒，都在讲他好的事情，这个不是犯罪行为那直接看过把它简化之后，看过去还是没有犯罪行为。这就让我很惊讶。作为一个刑事庭长期审判的这个法官，我觉得怎么会中华民国的判决会出现犯罪事实里面没有犯罪行为？好，那我只好去读他的判决书的内容，从法官的判决书其他理由里面的字里行间，才发现法官很严重的误会这个条文，然后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这也就是我这个其实才退休2年那职业律师，我第一次出来讲说这个是严重的判决，严重的错误判决我必须要出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行为刑法，有行为才能处罚，没有行为不能处罚。思想是自由的，没有犯罪；言论是自由的，没有犯罪那我们把它简化到这个法官认定的这个犯罪事实里面的行为，就是说，这个杜永新他这个跟这个蔡先生这个现役军人说我们要向对岸的这个叫总政就是一个统战组织，我们要向他效忠。如果老共打过来，我们就不要抵抗了。就是这样而已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就是这样讲，就是讲话而已。结果法官就把他认为说，这样就是使这个蔡先生成为支持中共组织之一员。你想想看我支持谁？那是一个意识自由那是一个思想自由我要支持共产党也是思想自由怎么会在这个判决里面变成犯罪？让我很不能理解那我再仔细读过，发现说，立法者他当初国安法的第2条之1那个组织不是指共产党，是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亲共组织。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台湾成立一个这个亲共的组织，然后你有行为出来的，那个才是国安法这个条文要处罚的点。那这个共产党已经那么大了，我们杜先生何德何能可以去发起共产党组织？怎么能够去主持共产党组织？怎么有办法去这个操控？更不可能去发展也没有能力去资助嘛。所以他跟这个条文完全不符合，他只是跟一个退伍军人跟一个现役军人说，我们要效忠对岸的这个总政，然后呢，老共真的打过来，我们就不要抵抗，就是这样而已。那个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连行为都没有。怎么会因此被判说叫做发展这个共产党组织罪，而且未遂？他7年以上的徒刑，未遂才判4年。
所以法官觉得说我已经判得很轻，事实上他根本不构成犯罪，因为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那是一个思想自由。所以我很意外，就是说，当这个蔡先生他担心说自己的这个退伍之后的退休金会不会被剥夺，所以他检举了，检察官应该不起诉，检察官错误的起诉，法官应该判无罪，怎么会一审判有罪，二审判有罪，三审还判有罪？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因为看那个条文字里行间，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他那个条文的组织是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是共产党本身。退一步来讲，就算共产党本身，我们这个个案也没有发展共产党组织嘛，通通没有啊。我们台湾有政党，有团体，主张这个两岸统一，主张迅速统一。那个5星旗满街跑，也不见得是，也没有被判是犯罪啊？怎么我在喝酒之后跟退伍军人喝酒之后跟一个现役军人说，啊，那个我们效忠对岸的这个统战组织哈，那真的打光打过来，我们不要抵抗，就这样的言行，然后我就变成叫做发展共产党组织，还不是发展共产党外围组织，然后我就因为那个现役军人没有同意，叫做未遂，然后我就变成犯这个罪。判4年定谳，那现在已经去执行。就我一个刑事庭长期的法官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冤案。我们现行的制度，要翻案只有再人非常上诉，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假设成功固然是好，万一不行的话，那我想是要呼吁我们的这个蔡总统对他进行特赦，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冤案。谢谢各位。